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出租车真实对话。你有没有坐过出租车？当然有啊，经常会坐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司机问你，问什么呢？是不是路怎么走？他问你是不是要去吃个饭？吃个饭？这很普通啊。我当时想，我们刚吃过饭啊。哈哈哈，你是不是理解错了？司机师傅还笑着看我呢。他是问你目的地是不是饭店？真的吗？我以为他邀请我。或者只是随便问问去哪里。原来是这样，太有趣了。是啊，出租车对话很有意思。有时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。尤其当司机开始聊起家常。对，比如问你住在哪里啊？是不是单身？有没有孩子啊？我会觉得有点尴尬呢。这确实是一个文化现象。有些司机会非常热情健谈，有些则一路上非常安静。我喜欢安静的司机师傅。我觉得偶尔聊聊也挺好的。但聊什么很重要啊。是的，聊天气就比较安全。或者路况，这很自然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口音问题？哈哈，当然有过好几次。有些地方的方言很难懂。我说普通话，他们说方言。这时候就得靠肢体语言了。或者地图直接指给他们看。对，地图是最好的帮手。有次司机问我下车了吗？还没到目的地就问下车？他是问我确认是不是要下。哦，是提前确认的意思。这种小细节很有意思。坐出租车就像一个小型课堂，可以听到很多真实的生活，还有当地的风俗人情呢。我有次听到司机讲他家的事，感觉好像认识了一个新朋友。是的，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。每次打车都是一次小冒险。我也很好奇，下次再分享吧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有没有遇到过司机口音很重？哇，当然有啊，好几次了。那你是怎么理解他们说的？我会先听关键词，比如地名。对，地名最关键。有次司机说拐个弯就到。拐个弯，这很常用啊。但他发音像改个碗。哈哈哈，改个碗，太逗了。我当时以为要去换个碗呢。这就是地方方言的影响吧？是的，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。我有次被问走哪条道。哪条道？指路的意思吗？但我听成了早点到。早点到？那你会怎么回答？我说希望能早点到。司机肯定一脸问号，哈哈哈。是啊，后来才知道是问路线。这种沟通误差真让人头疼。你觉得呢？遇到口音怎么沟通？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再说一遍。或者请他们慢一点说。对，或者重复你听到的。
这样司机就知道你没听懂。还有呢，他们喜欢问去干嘛？哦，去目的地是为了什么？这其实是一种热情和关心。是啊，想跟你聊聊家常。而不是真的想知道你隐私。但有些外国人会误解这个，以为对方太八卦，哈哈。这是一种社交方式。还有司机会问你是哪里人。是啊，这是打开话匣子的方式。感觉他们都挺喜欢聊天的。我就喜欢听他们聊各种事。不过有时候语速真的很快。尤其是当地人之间聊天时。那真是挑战我的听力极限。有次我听到一个方言俚语。俚语是什么词？司机说：“师傅您别绕了。”绕，是说绕路吗？对，他是在提醒我别走远了。哇，这个词挺生动的。但第一次听真的一头雾水。看来下次打车还得准备好。准备好迎接更多的语言挑战。对，那种感觉真刺激。还有报地址呢，常常听不清。是的，尤其地名很特别。有时他们发音特别快。第一次去重庆，我彻底懵了。重庆话确实难懂。司机说到那个坎儿上，我愣住。坎儿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小坡或高一点的地方。哇，这也有当地特色。对，很多词很形象的。我发现他们爱用昵称来指路。比如老地方，你知道是哪儿吗？哈哈，这种很考验默契。对陌生人来说就很难猜。所以我上车前会多问几句。有次司机问我熟不熟。熟？是问路熟不熟吗？他想知道我要不要导航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这种表达很生活化。确实是地道口语。你说，你平时会主动跟司机聊天吗？我通常会先听他们说。我喜欢问问本地风俗。哦，比如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有的司机晚上不爱走小路。为什么呢？有什么讲究？他们说怕沾上不干净的。哇，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。是的，有些司机很讲究。我还遇到过司机给我科普。科普什么？当地美食。他跟我讲城市发展史。哈哈，真是移动百科。我当时听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。对，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。还有砍价，你遇到过吗？现在很少了，以前多。现在计价器很方便。但老城区的司机有时会说。说什么？比如帮帮忙。差不多，意思是你给多点。哈哈，这真的很难拒绝。但我觉得这是人情味儿。说到人情味，我想到一次。又有什么新的故事吗？那次涉及一个更深的文化。哎呀，下次我们再好好聊。哎，别下次了，现在就说说嘛。
哈哈，你这么好奇呀？那好吧。当然，什么更深的文化？快说。那次是关于信任和坦诚的。信任？出租车里还有这学问？是啊，记得有次我赶飞机特急。哦，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？对，司机师傅看我着急，问了句：问什么？你确定走这条路吗？他说，姑娘，信我一回。我愣了。哇，这语气真是有点意思了。是啊，他没直接说路，而是说信他。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托付吧？有点像，但更强调一种人情信任。所以你当时怎么回应的呢？我说，师傅您看着办吧，我相信您。哎呀，你处理得真好，给足了面子。这就是给面儿的一种表现。给面儿就是尊重对方的意思吧？不仅仅是尊重，还有不让他为难。尤其是在这种服务性质的场合里。对，你给他空间，他也更负责任。如果当时你坚持自己的路线，那可能他就会觉得自己不被信任了。这种表达方式还挺含蓄的呢。是啊，你们说这种言外之意多吗？很多，我记得还有一次更直接的。哦，比信我一回还直接。他问：“您是想快点，还是想省钱？”哈哈，这种也很有趣，让你选。对，但其实是司机想走远一点的路。给你选择，让你感觉自己做主了。避免直接冲突，又达到了目的。这也是一种高情商的沟通方式。所以要学会听这些弦外之音啊。说到这，你知道面子还有啥讲究吗？好像不仅仅是尊重那么简单。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维护和确认。维护和确认，具体怎么说呢？比如，你给司机面子，他会感谢。然后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很懂事。对，下次可能就给你更好的服务了。哇，这跟西方文化很不一样啊。西方更直接，我们更注重人情。这种文化真是体现在点滴细节里。不过，我遇到过比这更难选的。还有更难的，比如道德困境。差不多吧，涉及到规矩和变通。哇，那肯定有很多值得聊的地方。下次我们再好好探讨那个话题吧。对呀，那个问题可不简单。不过说到打车，我想到一个事。哦，听起来有什么故事吗？就是给司机指路，很有学问的。指路，不就是说地址吗？没那么简单，尤其在老城区。怎么说？司机不认识路吗？他们更喜欢用地标来辨认。地标，比如那个大超市。对，或者过了那个红绿灯右拐。哇，这跟导航不一样啊。导航说直行，他们会说一直走。语言习惯也差别挺大的。有次我跟司机说精确地址，他愣了。哈哈，他是不是觉得你太书面了？差不多吧，后来他让我指方向。那你后来怎么学的呢？
我开始观察别人怎么指路的。比如用手比划方向。或者说就在那个肯德基旁边。更有生活气息，更实用。对，这是一种沟通的变通。它也体现了本地人的生活方式。你觉得再往前一点具体是多远？这个一点真是个弹性词。是啊，听起来模糊，但大家懂。我也常被这个一点搞糊涂。比如，你跟司机说停在前面一点，他可能理解成再开一段距离。所以要加上手势或者明确指。哦，原来肢体语言也很重要。在中国，很多沟通都带点含蓄。不像西方那么直白。比如问路，你会怎么问？我会直接说请问怎么走。但本地人可能先说麻烦您一下。哦，这是一种客套语吗？对，先表示尊重，再提要求。这算是先礼后兵的简化版。哈哈，可以这么理解，很有意思。看来连问路都包含着文化内涵。当然了，还有司机师傅的寒暄。寒暄，就是随便聊聊家常。问你去哪，干什么，聊天气。这很常见，有时我不知道怎么回。聊得好，气氛就轻松愉快。但聊不好，就会有点尴尬。我遇到过司机问我私人问题。哇，那要怎么应对呢？那是另一种规矩和变通了。哇，真的有遇到过吗？当然，有时会问感情事。这也太私人了吧。我会说不太方便聊。直接说清楚比较好。或者转移话题问路况。这很聪明，学到了。既不失礼，又保护自己。看来打车真是门学问。是啊，语言和人情都在。北京师傅话多热情，上海师傅相对安静些。地域差异也很有趣。这种沟通很有意思的。是的，很接地气。每次都能学到新表达。没错，还能了解生活。听他们聊，能感受到。很多故事都很真实。有时还会给点建议。比如哪里好吃好玩。对，本地人才知道的。这就是文化交流啊。没错，非常生活化。我喜欢这种真实感。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体验。今天聊了很多小细节。从打车看生活百态。语言学习也是如此。要多观察，多体验。不仅仅是书本知识。真实生活才是课堂。是的，很有启发性。今天聊出租车很有趣。是啊，小细节有大文化。我觉得语言在生活里。我也发现文化在对话中。那么，大家乘坐出租车时，有没有遇到有趣的事？或者遇到尴尬的时候？你们都是怎么应对的呢？
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我们会认真阅读回复。聊完打车，下次可以聊聊去餐馆怎么点菜。对，那也很有学问的。期待下次和大家再见。感谢收听，下期再会。